想在人海里杀出一条血路，靠喊口号没用，聪明人早就学会了利益捆绑这招，精准拿捏人性，百试百灵。这招的核心就是把你的目标和别人的切身利益拴在一起，让他们不配合都不行。别信那些道德绑架的鬼话，真正驱动人的是实打实的利害关系。以下几个故事赤裸裸地告诉你利益捆绑怎么玩得炉火纯青，句句戳心，保你听完拍案叫绝。一，端着泡面挤火车，喊什么最管用？想象一下，你在一节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的绿皮火车车厢里，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，想从人堆里挤过去，你会怎么喊？要是你扯着嗓子来一句麻烦各位让一让，借过一下，结果呢，十有八九没人搭理你，眼神都不带瞟你的。你得像个小贩一样反复嚷嚷，赔上笑脸，低声下气的求，费尽口舌，可能才挤出一条窄缝。这法子累不说，还不一定管用。但如果你换个路数，扯开嗓门喊借过一下，小心烫着，效果立刻不一样。人群像被施了魔法，唰地让出一条道，连个抱怨的都没有。你顺顺利利穿过，泡面一口没洒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喊小心烫着的时候，等于把他们的安全和你的目标绑在了一根绳上。谁不让路，潜意识里就觉得自己可能被烫得嗷嗷叫。没人会拿自己的皮肉开玩笑，配合你成了他们的本能反应。这就是利益捆绑的威力，不用道德绑架，不用求爷爷告奶奶，直接切中人性弱点，让人不得不动。现实里，这种招数随处可见，管你是挤火车还是挤市场，学会这一手，路都能走得比别人宽。二，亡命之徒的脱身术，拿什么救命？春秋乱世，伍子胥的日子不好过，爹和哥都被楚王砍了脑袋，他自己也被通缉，成了丧家之犬。逃亡路上，他一不小心被关卡的守卫逮了个正着，眼看就要被五花大绑送去楚王那里换赏钱。换你怎么办？哭天抢地求饶，还是硬刚一把？伍子胥没干这些没用的，他脑子转得飞快，使出了一招利益捆绑，硬生生把自己从鬼门关拽了回来。他盯着守卫，慢悠悠地说，你知道大王为什么死抓着我不放？因为我口袋有一颗稀世夜明珠，价值连城，大王眼红的不行。这颗珠子就在我包里，你可小心点，别给磕坏了。守卫一听，眼睛都亮了，立刻翻他的包，想找那颗宝贝疙瘩。可翻来翻去，哪有什么夜明珠？伍子胥冷笑一声，接着补刀，你要是敢把我送去楚王那里，我就一口咬定夜明珠被你私吞了。到时候你拿不出珠子，楚王一怒之下，你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。守卫一听，吓得冷汗直冒。夜明珠是真是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不想惹这麻烦。万一楚王真信了伍子胥的鬼话，自己的小命不就完了？伍子胥这招硬是把自己的命和守卫的命绑在了一块，守卫不放人，等于拿自己的脑袋冒险。没辙，守卫只能咬牙放了他。这故事狠在哪里？伍子胥没靠武力，没靠求情，纯靠一张嘴，把守卫的利益和自己的生死捆绑，逼得对方不得不放手。现实里，你要是学会这一手，谈判桌上也好，危机时刻也罢，总能找到翻盘的筹码。三，算命先生的保命绝招，坑王都得服。再讲个更绝的，某国国王最烦算命的，觉得这些江湖术士满嘴跑火车，骗人钱财。于是他把全国最有名的算命先生抓进宫，打算好好刁难一番，玩够了就砍头泄愤。国王抛出几个问题，算命先生对答如流，滴水不漏，气得国王牙痒痒。最后国王憋了个狠招，问了个送命题，先生，你给本王算算，我还能活多久？这问题答长了，国王不信，觉得你拍马屁，砍你；答短了，国王更怒，觉得你咒他，照样砍你。换谁都得脑门冒汗，但这算命先生脑子转得比风车还快，冷静地回，陛下，
我家祖上个个长寿，我自己也命硬得很。可我掐指一算，您的寿命比我还长整整10年。国王一听，脸都绿了。他知道这老家伙在扯淡，砍了他不过一句话的事。可问题在于，算命先生把自己的命和国王的命绑在了一块。如果国王现在砍了他，未来10年，国王心里就得犯嘀咕，万一这老家伙真算准了，自己岂不是也得跟着凉？为了让自己安心，国王只能捏着鼻子放人。这招牛在哪里？算命先生没硬刚，没求饶，硬是靠一句模棱两可的话，把自己的小命和国王的心理安全捆绑，逼得国王不敢下手。现实里，这种招数用在职场、生意场，简直无往不利。你要是能把对方的顾虑和你的目标拴一块，谁敢轻易跟你翻脸？现代社会的财富密码，利益捆绑玩出花。古人的套路牛，现代人也不差。利益捆绑这招，在今天的市场里依然是无敌的财富密码。举个例子，你刚创业，口袋没几个铜板，最缺的就是客户，怎么办？别指望亲戚朋友看你可怜，主动帮你拉生意，也别指望同学同事念旧情，免费给你跑腿。道德绑架没用，感情牌更靠不住。想让人动起来，最狠的招就是跟他们玩利益捆绑。具体怎么干？简单粗暴。每拉来一个客户，你就甩个大红包，少说几百上千。后续合作，每单利润拿出5%到10%分给介绍人。只要你舍得放血，愿意分钱，介绍客户的人会像闻到腥味的鲨鱼，蜂拥而至。你生意做得越大，越守信用，持续分钱，有些人甚至会辞职，专职给你跑客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他们的钱包和你的生意绑在了一块，他们不干，等于跟自己的钱过不去。这一招的精髓在于你得有格局，舍得让利，别抠抠搜搜，怕分出去的钱少了你自己的。眼光放长远点，客户滚雪球似的来，生意越做越大，你赚的远比分出去的多。反过来，你要是光靠道德绑架，天天喊着亲情友情帮忙，10次有9次人家嘴上答应，背地里没动静。为什么？因为没实打实的利益，谁愿意白给你做事？5利益捆绑的底层逻辑很辣又现实。为什么利益捆绑这么好使？因为它直戳人性的底裤。人天生自私，趋利避害，凡事先算自己的账。你喊道德，喊感情，顶多感动几个傻白甜，多数人还是冷眼旁观。可你要是把他们的钱包、安全、面子跟你的目标拴一块，他们立刻变乖，配合的比谁都积极。再举个例子，你想让员工加班，单纯画大饼，说加班是为了公司未来，人人能分红，90%员工会翻白眼，觉得你在糊弄。可你要是说加班每小时双倍工资，干满1个月另发奖金，立刻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，主动留下来熬夜。这就是利益捆绑的魔力，不用废话，直接让人的屁股自己挪。职场上也一样，你想升职加薪，光埋头做事没用，得让老板觉得你的存在直接攸关他的利益。比如你做个项目，成果直接帮老板在高层面前露脸，或者省下一大笔预算。老板不傻，你帮他赚面子赚票子，他不提拔你提拔谁？反过来，你光喊忠诚喊努力，老板只会觉得你好用但不值钱。6如何把利益捆绑玩出花？想把这招用得炉火纯青，记住3点。第一，找准对方的弱点。人怕什么？想要什么？你得门儿清。比如普通人怕没钱，怕丢脸，怕麻烦，摸准了再下手。第二，利益要够硬，红包的够大，回报的够快，别画空头支票，没人信。第三，格局要大，舍得让利，别怕分出去的钱，先把盘子做大，钱自然滚滚来。现实里这种玩法无处不在。直播带货为什么火？主播跟平台、商家、观众的利益全绑一块，平台赚流量，商家赚销量，观众占便宜，
主播拿提成，谁不干谁吃亏。职场晋升、生意合作，甚至朋友圈拉票，哪个不是利益捆绑的舞台？谁玩得转，谁就吃得开。最后，扔掉道德滤镜，拥抱现实。别嫌利益捆绑这词听着冷血，现实就是这么骨感。道德、感情听着暖心，干货却少得可怜。想在这世道混出头，别指望谁天生对你好，学会用利益捆绑，把别人的动力和你的目标拴一块，你才能走得快，走得远。伍子胥用夜明珠保命，算命先生用长寿糊弄国王，你在火车上喊一句小心烫，道理都一样。别老想着感动别人，人性没那么高尚。把利益摆上桌，赤裸裸的谈，路才会越走越宽。现实不相信眼泪，只认真金白银。学会这一招，你就是人群里那个端着泡面畅通无阻的狠人。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灯塔，我们下期见。